连美国航空母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2000艘渔船能够在24小时之内动员，而且这是实际上的威胁。为什么？我们是民船呢，你不能打，而且这可以阻止水下无人载具的进攻。为什么解放军一直在训练这样的事情？就是告诉你，万一现在真的有事，我的民用船只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海上的长城。中国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想请问你，美国人你做得到吗？中国在很多方方面面都已经扎实到这种地步，这才是美国和我们都应该要特别小心谨慎注意的地方。好，我们持续要关心解放军现在斩首的画面上了，从央视来做播出。另外也会关心，包括解放军无人机闯东沙，还有1000艘的渔船列阵。中国大陆是已经把准战争剧本摊在第一岛链，甚至台湾的眼前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关心，在川普总统他成功突袭了委内瑞拉之后，北京方面难道现在是立刻的接球吗？因为呢，我们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官媒央视突然间在此刻发布了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是特战队员演练他们在夜间的一个斩首行动，夜间做渗透、近距离歼敌，执行了一个斩首的画面，现在被视为是对台湾正式发动一个武吓的讯号吗？好，这个呢是一个影片，但是有实际的动作是什么呢？国防部1月17号表示，发现了中国大陆解放军一架的歼侦无人机进入到了东沙群岛的领空，这个高度呢，其实是在我防空武器这个射程之外的，在我方是以国际频道广播之下才将他们给驱离哦。那么我们看到海巡署以及陆战队此刻正好又在东沙岛这边进行今年的第1季的这个实弹射击演训，所以被视为说这个无人机的动作其实是非常的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先是央视发布了斩首行动的影片，接着又派出无人机去入侵东沙，北京这一次释放什么样子的一个武吓讯号？大使怎么看？我想大陆现在就是说，这些不管是军演啊，还有关他这些军事行动的这些资讯的发布啊，还有就是新的武器，像无人机进入到我们这个东沙附近的这个水域啊，来进行侦查。你看它的平密度跟它的这些这种真实性、实战性都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怎么讲呢？认真。那你就要反过来看，就是大陆为什么会有这些动作？就是说他们可能认知的台海情况是越来越有可能失控，越来越有可能会复杂化。因为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目前的政治发展跟走向啊，那事实上大陆不但就是说跟我们政治上互不隶属，而且它被界定为是境外的敌对势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论述的话，基本上就是完全跟中国大陆是在历史、在社会、在这个政治上、在国际关系上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是怎么样？是对立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再加上美国事实上对台湾的军售，也在加强。日本那更不要讲，高市早苗就说了，台海有事就是日本要动武的时候了。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当然你要换在大陆角度上来，这个情势在往恶化的方向走，所以它各种的准备跟它的威慑的这些作为都会增强。而且我认为，如果说两岸关系如果要照目前这个路径再走下去的话，那可能中国大陆会有更多的动作。那我认为这些演训基本上都是他实战的一部分，他需要在实际的操练。那我也认为，就很可能将来由演转战的几率也越来越高。是，所以两岸关系现在是在快速的恶化当中所以呢，如果照这个情势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我想对我们台湾是比较不利的。
好，这个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从空中部分做的，对于台湾做了一个警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从海上也有其他的警告。我们来看到是《纽约时报》特别做的一个报道，说大陆的渔船在去年圣诞节，还有包括在今年的1月11号2度在台湾周边的这个东海进行大规模的阵列式的聚集，迫使部分的国际邮轮因此被迫绕道。我们先来看到2次的聚集，第一次是在去年的12月底，第二次是在今年的1月嘛。12月底，我们先来看到大陆是出动了它的2000艘中国渔船，排成了2条平行长列，长度467公里，呈现 L 型的一个列阵列。第二次是在今年的1月出动了，也是非常多，1400艘渔船，也有一个矩形的阵型，绵延超过320公里。纽约时报做分析，他说这个渔船的密度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他是认为是可以阻断航线、干扰雷达，在实战之下，甚至可以作为飞弹、鱼雷的一个诱饵。干哥怎么看？好，我必须要先讲一下哈，国防部1月17号说，中共一架无侦8啦，我坦白讲，进入东沙岛领空。你看他的解释哈，我现在先不管我们的对手是谁，高度位于我防空武器射程外，在我方以国际频道广播，你对一架无人机广播，你讲给谁听啊？上面有人吗？你不要再重演像上次在东引上空，我们的守军是用石头去丢无人机这种事情啊。什么叫做防空武器射程之外？台湾有全世界最好的防空飞弹，爱国者3型、天弓1型、2型、3型，我们还有短程的复仇者。请问一下，请问一架无人机为什么会在你的防空武器射程之外？当然我们知道，可能离岛没有部署这么好的系统。但是离岛也有点防御系统，对不对？有3-5快炮，怎么会打不到无人机呢？我看到这种声明，国防部这种声明，你是想要不战而屈服吗？怎么能够发出这样的声明？我实在是非常的，好，算了，讲到这个问题，我会情绪就会上来，就代表说你完全没有抵抗的意志。再来，你讲说中国渔船，我告诉各位，在我当兵的时候，40年前，当平潭附近的渔船一聚集的时候，整个岛都慌了，因为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我可以告诉各位，那时候40艘渔船，现在是几十倍，2000艘渔船。大家认为这2000艘渔船能够在24小时之内动员？它部署在台湾海峡中心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连美国航空母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打，然后他们可以掩护什么？它可以掩护真正的登陆部队。为什么解放军一直在训练这样的事情？就是告诉你，万一现在真的有事打起来的时候，我的民用船只多达2-3千艘，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海上的长城。我再练一次给你看，看我这次做得到做不到。结果马上就做到了。这些渔船放下渔具不捕鱼，为什么？只因为一声令下，中国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想请问你，美国人你做得到吗？而且这是实际上的威胁，而且这可以干嘛？这可以阻止什么？阻止无人机以及水下无人载具的进攻。为什么？我们是民船呢？你要是误伤民船的话，你的国际责任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大陆在很多地方，像那个斩首的训练。还用到十字弓，他想说怎么连十字弓都拿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十字弓在近距离斩首是最有效的武器，那是现代科技十字弓，不是楚汉相争那种十字弓。大家要晓得，中国在很多方方面面都让你觉得你很惊讶，因为它不断在演练。等到有一天成为事实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对各方面的训练都已经扎实到这种地步，这才是整个美国和我们都应该要特别小心、谨慎注意的地方。好，刚刚看到画面，在刚刚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画面显示1000艘渔船的一个列阵，非常的震撼哦。那对于台湾的冲击，我们持续请上志哥来带我们看。这个其实很震惊哦，因为全世界目前看起来盘点起来，虽然菲律宾也有会用一些渔船，但到这样子的规模，真的只有中国做到。这里有背后是何等难以想象的指挥系统。要怎么指挥2000艘啊？大家知道海军、海警没有错，这边也有。可是这
没有那么多军舰2000艘，没有吧？但你要最后要到海，所谓这种渔船，所以这就是在全世界的海军战术上当中，其实都有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可用，因为它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的，它可以屏障，就如刚刚干哥讲的，它是一个灰色地带，然后你让你感觉存在感，对，然后你再大的航空母舰，再大的部分到那个地方，你被2000艘围住或排站，你要怎么穿过去？郭姐来讲说，台湾海峡你怎么啊？你中国大陆要打封锁，你怎么封锁？讲说你一个航空母舰，可是台湾海峡那么宽，从旁边过去，可是这样2000艘弄起来，各位你们看，它组起来是几百公里，400多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对，就已经把台湾海峡从福建到整个到台湾的全部排满。它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里头演练的当中有完全的实质，就战术的威吓人家的美国、日本的航空母舰或人家的大的这种军舰，也威吓到实质战术上。这个东西不要说是掩护作战，它的存在感就让你难以想象。而且你说真的，它就只有攻击吗？也许它也包括要撤一些人补给的，太灵活可用了，因为2000艘。而且我们都不知道，难道就现在2000艘已经是中国大陆还就所谓渔船的极致吗？以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大陆，可能单福建、江苏地区就不止2000艘，你还有广东呢，你还有海南呢。如果真正要把所有的渔船实质为了两岸这场最关键的战争，而且在面对美日的这个部分的军力都要一起的时候，它所要导入的这个是难以想象，而且美国没有演练过，日本也没有弄过，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对付。所以现在其实丢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我认为以中国大陆过去来讲，这些都是藏得很深，不会让你看到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包括把斩首行动让你看，包括这种不用枪声，把你就可能就这样，没有枪声，安安静静的斩首。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地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在去年底解放军的这一场正义使命2025年，今天就军事来做一次比较全面的解读，尤其这一次的歼20现身在台湾的屏东上空，还有一个画面是无人机俯瞰台北101。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关心到是美国大手笔的对台军售能够对解放军产生威胁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次的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就是有关于在军事面了。这一次看到的画面有这个歼20，还有无人机已经逼近了台湾的本岛的核心了。台湾的雷达到底能不能够抓得到呢？再来看到是战机一旦起飞的话，真的有能力来做反制吗？今天我们也请空军张燕婷张将军特地来帮我们做解读。接下来看到是解放军这一次还使用的这一款这个武器叫做远香火，那么它的成本低，而且射程是涵盖全台的。重点是它的成本低之外，弹量也非常的充足。根据了解，是完全针对海马式火箭而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台湾的防空会不会被饱和攻击给突破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那美国呢？美国接下来的态度是什么？一旦发生热战的话，我们来看到，现在根据了解，这个专家说，美军只会在周边做协防，是不会登岛的。如果台海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台湾能撑过第一线不被歼灭战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去年底解放军做的这一场正义使命2025军演，短短2天，当然是震撼了台湾，也震撼了美国高层。讨论度目前来说最高的有2个，就是东部战区刻意释放出来的影片。国防部是这样说的，他们说这个叫做认知作战，但是在细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最夯的台北101的一个俯瞰画面，网络上现在有讨论说这个是假的，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德国之声这边做了一个查证，他是这样子解读的，他认为影片是没有任何 AI 生成的明显的迹象的，比较呢像是从台湾的外海透过飞行器远距离做的拍摄，不是从台北的上空来做俯瞰的。影片的真实性，这个德国之声认为是真的。第2个画面也是震撼人的，就是高雄85大楼的画面，其实更近了。而且另外一方面，歼20还飞越了恒春的机场，代表说不管是大陆的战机或者是无人机等等，都已经逼近到了台湾本岛最核心的地方。到底台湾的国防部有没有掌握到，或者是雷达上歼20的战机其实是隐形的呢？这些都会来做讨论。演习隔天，当然了，美国是立刻的宣布了对台
台军售，金额很高，那么套数达到了55套的红外线追踪感测器，号称可以补强在台湾的紧急作战能力。这一次美军的军售能够满足什么样的紧急作战需求？台湾战机一起飞就被锁定，有能力真的做反击吗？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在这一个，尤其是它的远火系列 PHL-191，在这一次是首次在正义使命所使用。那这个远火系列，这个非常廉价哦，它的打击是面的涵盖，而不是重点点的摧毁。那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对台湾的各大的机场，还有关通设施、雷达站，包含重要的指挥所，实施面的打击。那这样子的话，这种饱和攻击会造成台湾的战力瘫痪。那怎么样去破解？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美国卖给我们这些武器啊，我认为有几点呢，我们都没有拿到手。第一个，我认为是这个 IRST， 就是这个红外线侦测夹舱。那红外线侦测夹舱这个，我认为套数要多一些。几乎每一架飞机啊，只要升空的战机都要有红外线侦测夹舱，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相位阵列雷达，真不真的就是都普勒雷达的一个改良版。那这样子没有量子雷达，没有办法侦测到歼20或将来它所要使用在台海的歼35，我们没办法侦测到。那这样子对台湾来看，要先发现目标，目标获得之后，你才可以实施这个飞弹攻击、导弹这个空对空的，不管是短程飞弹或者是中长程的飞弹来对它实施打击，不然没办法发现目标。你这个上面的机载的这些飞弹，短程或者是中长的没有办法使用，所以我们看看是不是红外线侦测夹舱能够套数多一些。第二个要有 E2D， 那 E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可以取代现在的 E2K， 它的伸缩的范围广，而且它飞得高，留空时间比较久，而且那个是美国线上所使用的，具有链路的功能。那链路功能把这些情报分析，他发现了，但是战机没发现，但是 E2D 发现了，把这些情资分享给战斗机，战斗机也就发现，因为它是空中指挥平台，但是美国并没有释出，所以这空中指挥平台，台湾没有拿到在空中的这个链路还有系统化的作战、网状化的作战就受限，没有办法发挥。那这样的话，如何能够争取空优制空权？如果没办法争取空优跟制空权，那在战略上或战术上是处于被动的战略态势，这是非常不利的。另外，我们来看呢，就是美国授给台湾的 AM-12洞第7代这个大曲第7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这个给我们也只有它的射程就140公里，但是中国大陆所使用的这个 PHL-15可以达到200公里，或者它的毛是比较长，我们的毛相对的短，是不是我们可以买改良版的 AM-12洞打得更远？那这个才可以，那这样才能够争取在空优在空对空作战的时候才能够略胜一筹。但是目前来看，美国并没有释出。最后一个我要去讲的就是希望美国早一点点有给我们量子雷达，因为量子雷我们现在全部是都普勒系列，都普勒雷达，那量子雷达才能够抓到逆中战机，一般的都普勒雷达是看不到逆中战机，在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向美国来积极争取，来共同研发也好，或者美国释出这方面的技术，让我们台湾能够在这个坚贞上有所突破。我认为这个也相当的重要。好，所以现在就是等待美方包括了侦测啊、情资啊，还有雷达等等的武器，都必须要补足台湾在空优这一块的实力。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特别来关心到，其实台湾这次要担心的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刚刚将军其实也特别提到有关于这个大陆这次使用的这个远程火箭炮。其实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主要呢是由福建平潭的远火部队发射的，这个叫做湘式的远程火箭炮。那么因为离台湾真的非常的近，引发了这个许多人的不安，因为它的落点就在台湾北部24海里的周边。将领也讲的，解放军将领讲的非常明白了，他的目标对准的就是海马斯的多管火箭。
我们来看到这一款的火箭炮跟海马斯做一个相比，3方面，第一个就是在它的作战半径，第二个在移动的速度跟射程上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整体来说战力是差不多的。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远程的火箭炮，它的作战半径是落在650公里，那么海马斯则是落在480公里，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移动速度每小时是80公里，海马斯是85公里，所以海马斯又略胜了一点点。再来，我们来看到射程的部分，这个火箭炮呢，它的2个模组化的弹箱，火箭弹的射程可以最大达到500公里，海马斯则是达到499公里。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虽然战力相当，但是它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一款远箱火，它的成本跟它的量都是比较相对低，量又比较大。如果台湾的海马斯全部依赖美国，打完了之后，我们必须随时跟美国要来补充，那么成本相对的又比较高。所以今天要来特别请教孙委员又怎么看了？台湾的防空会不会像以色列的铁穹，接下来遭遇到被饱和攻击这种轰炸的突破线？委员怎么看？对，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演习里头啊，这个解放军现在的火箭军用的就是 PHL-191哦，就是在他们称之为叫做箱式火箭炮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远程火箭炮的这个武器哦。那么这个武器它事实上它是可以装载2种不同的弹头的哦。第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概就是370毫米，就是普通的火箭弹，但是它一样可以装载750毫米的这个弹道飞弹的弹头，它一样，它两个都可以哦。那如果你是以370毫米的火箭弹来看的话，它的打击半径大概是300公里。可是如果你是以750毫米的这个战术弹道飞弹来射的话，它大概可以打到500到600公里哦。所以整个台湾其实都是在它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更重要的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因素是，当然第一个它的准度。因为过去大家在讲火箭弹的时候，都会认为说火箭弹的准度可能精度没有这么高哦，它是不是可以指哪打哪哦？那么这个误差会不会太大？但是这一次大家会发现说，解放军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过程当中，它几乎可以做到指哪打哪了，就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像刚才张将军讲的，就是对火箭炮来讲，它做的是区域的覆盖，它不是要精准的这个打击某一个点哦，那个地方你用这个战术飞弹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要全面性的覆盖的话，那当然准度某种程度还是相当重要的，你不能说指个高雄港打到台中港去了。但是这一次你会看到这个解放军的准度相对来说提高了，因为它的这个火箭弹上面也装了 GPS 系统了，所以它也对过去的这个一些相关的问题它进行了改进了。那么第二个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价格嘛，就刚才思明讲到的价格问题哦。你知道它那个一枚370毫米的火箭弹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大概是5万到10万美金，一枚啊，大概是5万美金了哦。可是如果今天它打过来了，台湾你要用爱国者3型飞弹去拦截，一枚是多少钱？一枚是400万美金，而且爱国者3型的飞弹拦截一次要射2枚，所以它每发射一次就是2枚，800万美金打一枚火箭弹的话，800万美金对5万美金的价格哦。就台湾有多少爱3的这个爱国者飞弹呢？如果你面临到了这个我们看到的当时的这个以哈战争的时候，那种是这个饱和式的火箭弹的攻击的时候，你很快的你爱国者3型飞弹全部打完了，而且这个价格实在太高了，这个成本完全是不符合这个成本效益的，所以专家说它已经不是4两拨千斤了，它是千斤对4两了就用千斤来对4两，对台湾来说绝对是不划算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一次它的这个 PHL-191哦，它的操作其实一方面它扬言是要对爱国这个海马斯的飞弹发射这个基地来进行覆盖式的打击，可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再一次的展示，它光用远火系统，它就可以完成它封锁的任务，而不需要一定用精准的这个战术弹道飞弹去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它一方面又有远火的飞弹，一方面它又有战术导弹，它2只手可以同时用啊。那你就要看它的工具箱里头，它究竟是要精准的摧毁你这个据点，还是它要全面的覆盖，然后达到封锁的目的嘛？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一次在军演上，我们就这个武器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读。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场军演哦，凸显的是台湾现在在防御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些可以拿
拿出来讨论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其他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如果发生了热战的话，会不会来介入呢？赶快来看到是国务院的副发言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不必要的升高紧张，应该以对话来取代军事上面的压力，好像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位是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胡振东，他直接说了，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了热战的话，美军是不会登台的，因为台湾自身就有足够的防御资源。美军来，他认为说只会造成这种在指挥上面变得更混乱，所以他认为说美国跟盟军只会在台湾的周边来做一个协防，摧毁来自于海陆空的威胁。如果真的开战，美军只会看起来，如果如这一位国防部长所说的，只会做协防，那台湾能不能撑过所谓的第一波的歼灭战？聂老师怎么看？好，我先讲这个前国防部长讲的话，我觉得很好笑啊。他第一个，台湾自身有足够的防御资源，你觉得我们有这么足够的防御资源去防现在我们对岸空海陆的整个夹击吗？你告诉我有吗？他觉得有。那这个跟他的 NSE 的战略收缩计划是有关。第二个呢，他说他们真的来的话，会造成我们的指挥混乱，真的是这样吗？他们多少次的派人来到这个地方，派这个军官来这个地方来教我们的这个战士怎么去用他们的这武器或怎么协同作战。他们真的一来会只会混乱吗？讲不好听，真的来的话，我们这个国军可能都是由美军来指导。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借口，我必须这样讲哈。他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其实7次的军演，从2022年8月 Nancy Pelosi 8月2号来台湾之后的当时，大家都知道6区军演、环岛军演。那一次呢，指责的就是 Nancy Pelosi， 你不该来而来，触了底线红线。那后来又有2次，在2023年，那次都是这个海军警备的这种军演。那个军演呢，也是指的就是他们的小议员过来，以及蔡英文要去美国，这都是对外势力。到了2024年，赖清德上来了，又有2次，大家非常清楚啊。我们应该知道哈，应该说2024年就有2次非常清楚的什么军演，联合利剑 A 和 B。这个指责的就是剑指赖清德你所走的台独势力。这一次，今年又2次。第一次呢，海峡雷霆也是剑指你，我们用雷霆万军来对付你赖清德。这一次正义使命，我告诉全球什么叫正义。我们的正义使命非常重要，请国际的外来势力，当然他剑指的就是美国啦，你不要来干涉，因为他们这次强调2样东西：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外来干涉势力。我可以这样简单的报告，这次非常清楚，他已经把武力大概进出，当然它还有隐藏更厉害的一些其他配套的武器等等的。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不同小区了，现在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讲这个前文上讲的话，说我们讲过去他会不会来协防台湾，我觉得机会是很大，现在应该不会，未来更不可能。我讲几个道理很清楚，美国现在制造业空洞化，飞机就算你过去的 F-35、F-22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老旧战机。它就算是第5代，我跟你讲，他们上去以后有很多出的问题，他们连那个开 F-16的之前连那个雷达系统都有问题，还要用自己的那个 GPS， 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讲，第一个绝对不会。还有你去看它的 NSS， 所谓的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这个战略缩版的所谓国土安全策略，这里面非常清楚，他讲到了里面，他一开始的苦路是告诉说，数十年我们太过乐观去预期中国的军事实力，我们不能再这么乐观了。因此，我们现在全球主义要开始收缩，以美国为优先。第二个，非全球，现在已经非全球价值观，共同价值已经没了，我们必须以自身经济利益为主。它收缩到这个样子，只能保护自己。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知道，他们制造业，即便是同等级的武器，甚至要做更多的，以后啊，真都打掉了，后勤根本没有，中国可以后勤一直出来。第一个成本又低，第二个量又多，更重要的值，美国都不一定比得上。美国现在要做的所谓的第6代战机，我们之前在生活科技不是玩这个5G、6G，现在战机在比5代、6代。你现在不要再比什么 J-20， 我们这种对岸的 J-20或他们的这个 F-35或 F-22， 未来的 J-6，美国波音不是在做 F-47吗？4年之后，中国的成飞 J-36已经试飞成功，而且 J-50审飞也要出来。美国请问怎么去跟他们打？你隐形战术也没有他们隐形的厉害，所以美国非常清楚，他不可能来，但是他一定会做一个动作，叫卖武器。台湾你还是会买啊，讲不好听，因为他不是讲了，台湾防御资源很够，这个防御资源台湾有吗？你可以向我们买，我们可以给你足够防御资源。我最后讲一个说，台湾不是乌克兰，乌克兰纵深这么长，美国有没有去帮忙？有没有出兵？没有嘛，就卖武器。俄国势力军力可能不比美国，现在美国分析了，中国可能超过了美国，美国会来帮台湾吗？美国纵深也不够，他来帮台湾不是美国自己找死吗？所以美国不会来协同台湾了，基本上卖武器就对了。观众朋友，今天节目
最新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是正义使命2025这一场军演，全台大包围。中国大陆在这时候秀出了军事武器、秀肌肉，另外一头中俄则是联手挑战美日拒止战略。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这一场，在今天解放军东部战区正式宣布的正义使命2025演习，是在做全台的包围。它是在演习吗？还是回应因为美国在同一时间释出的最新的美国国防部2025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了解放军现在手中拥有的武器包括了核弹，接下来可能会破1000枚，东风31飞弹也会部署，加上9个航母在做扩编。第二件事情，这一场军演大家也在看说，解放军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秀他的军事肌肉？这个当中，我们今天会关心的是多款的飞机，还有多款的飞弹、航母，哪一个才是最可怕的武器？哪一个才是解放军的杀手锏？整套的体系又代表着什么？最后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现在控制台海，俄罗斯的方面则是从这个北方4岛来做压制，那么美日现在它的拒止战略还能挡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来自于今天的最新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它的发言人正式的宣布了启动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演训的范围包括了全台的各个范围，像是台海、北部、西南、东南、东部等等。那么演训的内容，它这边当中提到了，包括了海空的战备警巡、夺取综合治权、要港要域封控，还有诸多种的联合突袭等等。这是同一时间，是巧合吗？因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发布了2025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当中提到了说有关于大陆的核弹数量，他说在2030年将会正式的超过1000枚，包括现在他们也提到了蒙古的边境发射警群可能部署超过了100枚的东风31洲际弹道飞弹，直指美国本土。那么中方还计划再建造6艘的航母，也就是说到2035年总数量将可以达到9艘。这是美国的军力报告当中，他们也特别提到，担心在空中解放军的战力也在持续的扩张当中，不管是这些隐身战机，或者是陆基5代战机，或者是舰载电载机等等，加上改装运的这个20B 的反隐身预警机，都是美方所担忧的。大陆同时间也在这边公布了它的新一代的歼20A 隐形的战机，疑似挂载4具大型的副油箱。好，这个是有关于空中战力的部分。报告也直指了中国对台接下来会有4种的作战的策略选项，包括第一个是不开战，直接做胁迫；第二个是火力打击，还有第3个海空封锁，跟最严重可能会到登陆作战。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一次的大陆的军演，这一场叫做正义使命2025，到底是针对台湾，还是针对美方做的这个评估报告来做一个公开的回应？解放军跟习近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号？刚刚提到了多种武器，不管是歼20航母、1000颗核弹、东风系列飞弹，哪一个才是中国大陆未来真正的杀手锏？委员怎么看？我们看这个问题，我来做个比喻哈，就像鸡蛋，台湾就是蛋黄区，日本、美国是蛋白区，这个就是解放军在演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为什么台湾是蛋黄区呢？因为所有问题因为台湾而引起的，不管是台湾自己要引起，或者是外界环境所造成要引起的，台湾都是蛋黄。蛋白呢，就是日本以及会来跟日本协同作战的美军，或者是日军跟美军协同作战。不管如何，大概就是美军跟日军大概只能到蛋白区，蛋白区范围很广，一直到关岛都有可能。那我们就问了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演习？这个演习当然比上一次利剑演习强度稍微高了一点，但是这个演习呢，也是直奔这个裴洛西。那我们要观察一件事情，有没有飞弹飞越台湾，像上一次一样，会不会有更密切的火力，那么经过台湾，还是只是在外围24海里外有所动作？这一点明天就知道。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解放军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做什么？因为他刚好就在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昨天结束，所以他今天早上7点半宣布演习。
把演习的规划海空域要怎么管控，做了一个对外的宣布，所以飞机以及船舰不可以进入这相当的一个区域，有一个区域可能要做火力演习，所以统统要避开。那我们问的问题，他在表达什么讯息？第一个，我个人判断他应该在表达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军售111亿美元在表达抗议，在表达不满。那第二个呢，应该是在对于这个高市早苗以台湾为有事的理由，要准备出兵来介入台海战争，所以他特别在台湾北部进行这个武力的演训。这一点就是在隔离开宫古群岛以及台湾岛本身未来日军想介入的一个空间，所以很明确的要传达这样的讯息，给日本知道说你要介入就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尽管解放军有这些动作，那真正的杀手锏是在于说，北京是不是有拿定了政治的决心，要用武力处理台湾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解放军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演训，演训完毕就回家吃晚饭。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解放军这一次的军演，包括针对了美国、针对了日本、针对了台湾做了一个警告，包括多个有关于军售上面的一个警告。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小舰长怎么看？刚刚也提到了特别多款的武器，不管歼20航母、千颗核弹、东风系列，哪一个是接下来需要做担心的部分？每一个都是，而且当他们形成了体系化的时候，这个才是最难防御的部分。我们从印巴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只要形成体系化，那可以长短互相弥补的话，那其实不用最先进的装备也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东部战区所公布的这些讯息的话，其实这是今天早上7点半他最早公布的，是相关的一个作战区域。8点钟他公布了说，他要进行这个快速机动立体布式以及体系风控。我刚刚一开始点出来的就是体系风控的部分。然后他在11点20的时候，他又再做一次新的，也就是检验了一体协同、夺取治权能力。那这一个为什么？我们来看对比上一次它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海峡雷霆的部分的时候，它只发一次。为什么这一次2次发的这么琐碎？其实我个人的研判，这个就是人启动，也就是临时中央军委一下命令，他就必须做到，所以他只能够依据现有的状况来进行发布那到底人启动的部分呢？我们以前也就多次提到，其实它也就是类似像第2次世界大战的闪击战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会有集结，会有增厚，那其实这一次几乎看不到增厚的部分。那如果讲到体系化的部分，是不是真的出动体系化？如果我们看今天早上相关的Flight Radar 24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来讲已经出现了2架无人机在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这个位置。那另外还出现了运8反潜机，也是在这个高屏峡谷这个位置。这个高屏峡谷指的不是陆地上的，是海面下的。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再向西延伸的话，就是我们海军的反潜第6区。那为什么他们立刻就位呢？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他们在演练，如果台湾的潜舰如果出动的话，他们是不是能够立刻的封控？那我们现在大家讲到的都是这些歼20东风31或者是无人机的部分，我们不要忘记了，美国总统他每一次在做海外的一个兵力展示的时候，他一定想到的是航空母舰。所以我们现在同样的来看看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在哪里。我们如果看到1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艘黄色的就是辽宁舰的部分，然后12月21号我们已经看到2艘，这个是青岛的海军基地那我们看到白色的这一艘，其实也就是后来从三亚北上的
这一个福建舰，可是现在只剩福建舰了，辽宁舰去哪了？辽宁舰已经出发了，那它去的位置其实我们还不能确定啊。那如果说按照刚刚郑源老师的说法的话，其实这一次应该会有实弹射击。为什么会有实弹射击呢？因为只有在2022年那一次环岛军演的时候，他将所有的这一个区域都提供了经纬度。那其实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也提供了经纬度。但是我们看之前的联合利剑，那个对我们来看它的公开资料的话，其实都没有经纬度的。那这一次有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真正的目的可能有很多想法是说可能会打导弹啊。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从2019年到今年的93阅兵，解放军在做的是什么？解放军其实主要的就是拉出它的PCH-191的这个远程箱式火箭弹。那这个火箭弹我们来看，这个前一次的这一个中国军力报告，它里面就特别的提到说，2022年8月的那一次，其实远香火就有进行试射，而且远香火正好它的范围最远可以达到480公里，可以打到石垣岛的这个位置。这一份报告是出自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报告，不是一般坊间大家的捕风捉影。那如果说现在在东南有这么样一个区域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飞越？那可能对于台湾人心造成的震慑，是会更大的哦。另外，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讲到的是 PCH-191那个远香火的部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解放军还有 PHL-03这一颗飞弹，其实可以对应台湾的西岸，因为它的最远的距离可以到达150公里哦。那但是它不会攻击陆地，它最主要的也就是攻击海上的目标哦，那个就是超远区的部分了。那我们现在讲这样，其实也就是上一次今年在做这个海峡雷霆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做过一次，就是模拟高雄永安的主气槽了。那这一次他们要飞越那个中央山脉，但是问题在于那国防部会不会公布？而且因为火箭弹它的远地点比较低，所以那个有关于日本防卫省，它未必可以侦测得到。那如果日本不公布，那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也不公布，那解放军本身他每一次都没公布，那他可能有试射，我们都不知道。好，谢谢小舰长。我们刚刚是针对这场军演，特别就它的军事武器的细节、军力战力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那其实这个战线我们现在也扩大来看，因为现在也在看说，不只是台海这边看起来危机之外，其实把中俄的角色也加进来，能不能包括了针对于美日可以做到一个区域拒止？今天也会一起的来做讨论。因为俄罗斯也最新宣布了，从明年的元旦开始呢，会在北方四岛周边军演，而且时间会长达2个月。当然了，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日本是立刻强烈的抗议跳脚。那这4座岛屿，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画面上，包括了有国后、色丹、石舞跟泽捉这几个地方，日本把它视为是北海道外围的领土，但是俄罗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说自2战结束前是立刻他们就派兵占领，所以这个是他们千叶群岛的一个部分。俄国外长在此刻拉夫罗夫也特别跳出来说，如果台海升温，莫斯科绝对站在北京这一方，一边是中俄，一边是美日区域拒止，还管用吗？宽哥怎么看？来跟各位谈哦，其实，在演习当中，校正一直是一个艺术。为什么校正是一个艺术呢？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后顺序来看一下哦。昨天蒋万安才当天来回做了所谓的双城论坛。那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大家开始接到消息了。接到消息完之后还没有太明确，10点钟那个消息就非常的明确了哈。解放军现在已经说了，针对台湾的东西南北，总共会有所谓的5大实弹区。那这个5大实弹区呢，这次特别标线的叫无限高，同时他也把区域方块全部画出来哦，就说在特定的时间点呢，有限航有7个空域，
有7个空域，这7个空域呢，所有的飞机是不能够进来的，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要进行演习，所以第一个国际的一个道义，它有去履行到哦。但这时候我们要回头去谈另外一件事情，习近平怎么说解放军的呢？习近平希望解放军叫做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所以这一次突然间的正义使命的2025，就如同刚才舰长所说的，它是突然间发布出来的。那突然间发布出来之后，现在各位这很多事情可是环环相扣。为什么是环环相扣呢？第一个，2026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2026年，美国的军事支出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那为什么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呢？因为他们这时候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巨人已经开始出来了，这个巨人叫做解放军。解放军目前不管是造机能力、造舰能力、无人机的一个能力，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他们怎么做？因为他们那个很多的工厂，其实国外有去破解哦。他们看完就是说，天哪，你们那时候让他去做手机真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过去就从商用开始，很多部分开始去转军用了。那这次呢，到底会不会对于台湾造成所谓的一个威慑？我们要持续再来说。但最近其实两岸是不平安的。为什么两岸是不平安的呢？有很多的一个议题，这个我们也不再跟各位谈了，因为这当中谈过太多了。但现在重点是什么呢？现在重点很简单，现在重点就是一方我就是要一直增加我的武力，一直增加我的战舰，一直增加我的军备，我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对美国来说呢？美国它现在就是我无论从美国阿拉斯加延伸下来到日本、到韩国、到台湾、到菲律宾、到越南，我要把这条线给堵起来。那为什么堵起来呢？因为关键中的关键是，如果解放军的海军，今天不管是它的航母，不管是它的动武武，不管是它的潜水艇，越过了第一岛链完之后，各位没完没了了。各位晓得太平洋有多大吗？太平洋比7大洲全部塞进去都还要更大，所以过了太平洋之后，进入深水区，各位完全找不到。可是完全找不到之后，开始往前走，走完之后，美国不管是东半部，甚至于连中部都会遭受到威胁，这个是美国过去没有遭受到的威慑。再来谈另外一件事情，2025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中国解放军无论怎么发射飞弹，洲际弹道飞弹怎么射，往内陆射，往蒙古射，往青海射，往新疆射。这是第一次，他们发射了东风31之后，从海南沿路飞到了关岛之后，往北飞到后面，各位飞到哪边呢？他特别有通知美国，所以这件事情美国说我是知道的。他飞到了菲律宾的东方，他一趟路下来，从上往上折是折到夏威夷的东方，它代表我能够飞11000公里。所以现在大家正在对话当中，还好目前是校正，还好目前这个是演习。可是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如果说有一天，各位有一天这件事情真的成真的时候，全世界会怎么样？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观察。那当然，现在解放军需要一场演习。为什么需要一场演习呢？因为最近包括了日本的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包括了台湾的军售，很多事情他要做出回复。可是演习是对中国军方的一个交代，还是说后面有后续的一个发展？这个我们要等一下再来说。但中国的造船、制舰、制飞弹的能力真的是实在强。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